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它位于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德荷州的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国家公园之一。它因独特的地质奇观、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地热资源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2023年的9月，我们用6天的时间从湾区出发，坐飞机飞达盐湖城，租车自驾，再次对黄石国家公园及周边进行了一次美妙的深度游玩。我们再次被它的美景所震撼。我们希望我们的镜头能留下所有的美景和美好的回忆，并把它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来一起游玩。今天是9月10号，我们游玩黄石国家公园的第3天。我们还是从黄石西大门入口进入黄石国家公园。我们将沿着西向北开，在途经几个小景点后，来到北边上面的猛犸温泉区游玩。在游玩过猛犸温泉区后，我们将从北向南开，去游玩西拇指间歇泉盆地，然后从黄石的南大门出来，结束我们的黄石国家公园游。我们将一路开往大提顿国家公园。现在就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游玩吧。这是我们在路边看到的一个小湖，然后导引很多。我们下来录一录，不过那个好录像的那一边好像走不过去，所以就站在这边上随便照了照。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隔路边很近的景点，停车后只要走20-30步就到了，它叫 Barrier Springs， 就是这啦。看它喷出来的烟雾好浓好浓啊。为什么它叫绿柱石呢？那是因为在适当的光线下，这个泉水呢就像蓝绿色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它的水温在87到89度之间，是黄石最热的热泉之一。这边呢，冬天的热水和冷空气结合形成幽灵树，附近的树木被浓密的冰晶覆盖，使它们变成神秘的形状，与夏天的样子呢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幽灵树我们要在冬天才能看到了。现在我们将去参观艺术家油彩罐，也就是 Artist Painterport。 这是我们进到它的停车场，这停车场不大，所以车子开进来缓慢，用了上10分钟。不过这个停车场是有厕所的。进入景区首先要走一个 1.1 公里的平坦的徒步路线，穿梭在树林中，非常的幽静美妙。然后到达景区后，这个景区是围着一个山，像一个环形的圈，有 1.6 公里，难度适中。景点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请大家一起欣赏吧。还以为这里面有烟火气，然后有神仙，住着神仙。Morning， 这就是环形了。我们先往左边走。好热的这个湖啊，仙境了，已无聊了。你站在哪个前面想照就站在这前面。这个绿色的就是菌类啦，上次学习的知识，菌类菌藻生成的颜色。
真的是仙境。你看这颜色好美啊！这边这个叫雪泉，这里有个牌子。这里的这个铁的这个浓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它才会这样红红的，像叫做这个雪泉的。82年就开始不停的爆发，它喷出来最高的这个泉柱是1.8米。每1分钟，它有150加仑的水可以渗出来。哇，这个云雾缭绕，天山啊！乘着下面爬梯，爬到了这个上面去。这个上面的全景，从上面往下看。那个泉眼呢，还没多吗？它那个图标的。站在它的高处跟它合影。OK， 我也来一个。好了，这一个是汤顿，这个太阳加热的酸性蒸汽锅的其他系统，就像个双锅炉厨房一样运行，真的是像厨房里在蒸稀饭。亲爱的，这个也好漂亮啊，水的蓝，上面的土的红。还有草的绿，看多了漂亮的美景都审美疲劳了。这就是 Artes Penteports 的美景了，它在黄石国家公园的164项景点玩乐中排名第37，你还喜欢吗？现在我们在路边看到的是咆哮山 Rolling Mountain， 就在这路边。我们没有下去，就照一照它的美景吧。这也是能够徒步围着它上上下下转一圈的。我们也能看见上面有人在走。我就说那个天上那个云的那一群啊 ，Rolling Mountain 那个天上那一群，这边和那边的2个云都很漂亮。路边又看见了野牦牛了 ，bison， 随处可见呐。现在我们来到了黄石公园峡谷的金门，架设金门峡谷的桥梁是工程师在修建第一条穿过公园的道路时面临的最困难和最昂贵的挑战之一。第一座桥呢，建于1885年。需要1275磅的炸药才能清除14000立方码的固体岩石，这些岩石是用日常的马车来装卸拖出的。到1990年，这座桥已经岌岌可危了，载满重物的驿站马车每天多次过桥，如果木筏桥失败，就可能坠入深渊致命。所以该桥于1900年、1933年和1977年重建，每次都使用更新的材料工程。接下来我们将去著名的猛犸温泉区游玩。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